前算起，约在2500年前，印度的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附近的林子里来了一位女人。你总算来了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你就是我多年寻找的师傅啊！我也很高兴。现在我已经得到了真道，我就告诉你吧，大迦瑟。是。佛典故事《大迦瑟》，经典的开始。等待旅人的是世尊。旅人则是常年来一直寻找名师的大迦瑟。如果我不知而却说知，为悟道而自称悟道，那我的身体将当场分成7块。是。于是世尊当场谆谆说法。大迦瑟一句不漏地专心地听着。这个人叫做大迦瑟，从今天起就是大家的同伴了。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好脏啊！就是。欢迎来到竹林精舍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，请尽量告诉我。他连寒暄好像都不会哎。欢迎，这里的修行可是很严格的。捡那种家伙回来，世尊也真会自找麻烦啊！在世尊门下修行的有各种规矩，其一就是居住远离人烟的山林中，以每日的托钵维持生活，托钵对象不可分贫富，一日只许用餐一次，只能穿破布缝成的衣服，其他的东西都不可带等等，有许多严格的规律。大迦瑟高兴地遵守规律，不落人后的勤做修行。可是弟子之中也有厌恶大迦瑟，不时在背后毁谤的人。有何难题？他还没有动哎。哦，我看看啊，惊人呐！他已经连续3天了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八成是什么都不想，装模作样在偷睡觉啊！一定是这样的。整天到晚假装修行，那种男人会了解世尊说的法才怪呢。他大可早日死心，逃出这里。无意听到弟子们的话，世尊心想，有天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大迦瑟的优点才行。
于是有一天，世尊召集弟子们说法的时候，好臭啊，好像从垃圾堆爬起来一样。世尊看到大迦叶过来，马上讲起教法中最难的部分。可是弟子们完全听不懂。万法唯心所造，一切因缘生，一切因缘灭。好，你们都知道了吗？你懂吗？我并不懂。你呢？我也是，请原谅。是吗？你们都不懂。大迦叶，原来你在那里，你的座位在这里，过来坐吧。这是为什么啊？刚才我说的，对大家来说好像太难了。大迦叶过来这里，你代替我，以比较简单的说法再说一次。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弟子在这儿谢谢师父的好意，可是我没有资格坐在您的旁边，更何况是要代师父说法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够接受。我只要在师父门下一个人静静地享受法的快乐就行。哎，大迦叶，师父难得。没有关系，随大迦叶的意做吧。大迦叶在遇见我的第8天，就已经得到佛道之心，更从之后的修行脱离欲望，知足，不做无益的言语，彻底的实践教义。今后各位的行为都应该向大迦叶学习。所以我说嘛，大迦叶呀，他不是一个普通角色呢。说谎！你诽谤兼重伤，诽谤人的是你，你还说别人？你说什么？哦，吵死了！我不承认，那个男人拒绝说法是因为他缺乏自信。可是世尊他偏心，哼，一点都不好玩。除了顽固的优婆难题之外，再也没有人说大迦叶的坏话了。从那之后，大家都尊敬地称呼大迦叶为沉默的男人。可是，默默地享受道之欢喜的大迦叶，也有一件挂心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故乡家里等待大迦叶来迎接的妻子跋陀。大迦叶名叫毗波罗舍那，曾经是摩羯陀国最有钱的人。年轻时候就讨厌世间所有的享乐，他期望出家，过着清静的生活，可是却挡不住父母的要求，和富家女子跋陀做有名无实的结婚。结果新婚之夜时，才发现跋陀就和自己一样，希望出家求道。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。后来双亲逝去，两人继承了家业后的某一天，跋陀命令女仆们把榨油的芝麻种子放在阳光下晒。哎呦，好多虫啊！要杀死这么多的生物，真是讨厌呢。没办法，这是夫人的命令啊。住手！住手！
加油了！今天大家都可以休息。另一边，丈夫巡视下人在农田。怎么了？快拉呀！别偷懒！住手！工作停下来！今天大家可以休息了。为了种田，人们痛苦，牛畜受伤，虫儿死了。想不到，为了我们的奢侈生活，害苦了那么多生物。这种残忍的行为真是悲哀啊！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食只要一碗饭就够了，睡只要有地方躺就行了，穿只要能遮盖身体就够了，其他东西大可舍弃。我想放弃家产，出家求道去。我也是。就这样，大家瑟把财产分给下人，田产分给人们，并决定由自己先出外旅行。巴托，如果我能够遇到名师，我马上回来接你过去。一定啊！我发誓。据传，这天正好是世尊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日子。然后2年后，为了寻找名师，寻访诸国的大迦瑟，终于遇到了终生的师父世尊。巴托，我非常想迎接你过来，可是竹林精舍还没有女人出家者，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吧。最后，大迦瑟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就在世尊活动的根据地，从竹林精舍移到居萨罗国的奇缘精舍不久，世尊首次开立收容女弟子。大迦瑟非常高兴，把跋陀接到了奇缘精舍。于是，成为世尊弟子的跋陀潜心修道，得到世尊称赞，是宿命者，无人胜得过跋陀比丘尼。且说世尊的弟子人数逐渐的增加，分到地方的比丘渐渐管不到，就连这阿罗毗村也有比丘开始过放逸的生活了。不行，大家都忘了开始修行时候的决心了。你看看，这个是优陀罗王加